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谷歌的产品经理大舅。那很多人呢都会问我说，哎呀，大舅，我想向你学习，你有没有什么好书推荐？那我说，如果你想看书的话呢，那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书单，你可以去什么前10名的什么书啊，什么畅销书啊，都可以去看呢。但是别问我说你有什么书要看，你有什么书推荐？那我说，那我今天呢就整理了10本对我有深刻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10本书，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这10本书呢，大概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叫做启蒙书籍，我会有几本书是它对我在某些方面进行了启蒙，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是强烈建议每一个人都读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工作知识相关的2本书，跟互联网啊、跟社区啊都有关系。那最后3个呢是自我接纳的3本书，也是对我影响最大3本书，是让我真正去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那么话不多说，首先看5本这个启蒙方面的书籍。那第一本是什么呢？第一本是对我这个拓展人脉的启蒙书籍，叫做 Never Eat Alone。Never Eat Alone， 作者是基斯法拉奇，那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而且以前是德勤的这个 marketing 的一个 head， 那他可以说是这个 networking 这个人际社交网络的大师。那这本书呢也被认为是很多人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圣经，那我也不例外。我觉得这本书我曾经看过很多遍，我隔段时间就拿出来刷一下，他就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扩展你的人脉，让你成为一个受大家欢迎的人，让你知道你可以怎么能够认识那么多人。其实这也是很多人想了解我的地方。他说，你为什么认识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愿意这个支持你、拥护你？我觉得这本书算是对我的一个启蒙。那里面很多东西都内化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本书，如果你对你的社交有兴趣，如果你对拓展你的人脉有兴趣， Never Eat Alone 是一本必读的一本书，可以说是社交方面的一个入门书籍。那第2本是什么方面的启蒙呢？是财务方面的启蒙，个人财务，那就是《富爸爸穷爸爸》。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籍的日裔，这个叫罗伯特清崎。那这本书呢，对于完全没有财务背景的人来说呢，是一本非常好的个人财务的入门。你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每次购买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是资产，有的时候买的是负债。那么不同收入的人，他所来到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这种工作来收入，有的人是自雇人士，有的人是企业家，有的人是投资人士。你会更加容易的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去赚这个钱，以及呢个人理财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可以说是一定要去读一下，这是个人理财的绝对的好的这个启蒙书籍。我顺便说一下，罗伯特清崎这个人呢，最近呢几年一直在网上搞这种自媒体什么的，但是据我观察，我觉得他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如他以前的好。我建议大家就去看他这本经典的《富爸爸穷爸爸》，不要看他现在的这些新的这个自媒体，我觉得那些都写得很一般。第3本是对我影响力的启蒙，那么这本书的中文的翻译呢叫做《人性的弱点》，但这个翻译呢比较奇怪，它原文呢其实是叫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来自戴尔卡内基。那这本书我觉得也是一个人际交往影响力的一个启蒙书籍，你如何去影响别人里面讲了非常多小的技巧和很多的故事，而且文章非常的好读。这本书呢也算是一本知名的书籍，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呢，我强烈建议你去读一下，可以作为你一个影响力的启蒙的这样一本书。如果你想要未来提升你的影响力，提升你的在整个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如何去说服别人，那这都是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内容。下一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启蒙书籍呢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这个呢是对两性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启蒙书籍。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少去了解异性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就像男生很多时候很难理解女生，女生其实也很难理解男生。所以说呢，这本书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彼此了解的机会，而且写的呢非常容易理解，而且我读之后发现讲的确实非常有道理。就比如说前面经常讲到说，女生在沟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交流，而男生更多想要的是解决问题。而男生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呢，很容易找到
到一个洞穴，把自己藏起来进行疗伤，而女生特别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男性女性要去了解彼此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是对我的一个了解异性心理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启蒙。那么在启蒙系列的最后一本是学会提问。学会提问这本书呢，在我看来是对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启蒙。在我们中国的教育里面呢，比较少去真正的去学习逻辑学或者学习这种批判性思维。我们学的更多的呢是，比如说老师讲什么你就听什么，比如说数学，比如说公式等等之类的。然而其实批判性思维，我们叫 critical thinking， 可以说是在个人发展中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的这样一个技能。那这本书呢是非常非常值得一读的。这本书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非常的枯燥，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耐下性子来读，叫学会提问。学会提问是讲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这样一本启蒙书，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受益匪浅，受益匪浅。特别是如果你想做产品经理的话，批判性思维这种逻辑思维的方式是几乎不可或缺的。所以强烈推荐这个学会提问这本，虽然有点枯燥，但希望你能耐下性子把这本书真的读下来。刚才讲了5本对我来说很有影响力的5本启蒙书籍，分别是networking 的启蒙 Never Eat Alone， 这个个人财务的启蒙富爸爸穷爸爸，这个影响力的启蒙人性的弱点，了解异性心理的启蒙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启蒙学会提问。本节目是由硅谷大舅频道自己赞助自己播出的。那硅谷大舅频道呢，我们是怎么样呀？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我们在油管还有在 B 站上每周五美国西部时间的晚上5点都会放出一集视频，每周一还会不定期的放出视频。我们每周二的晚上呢，在美国西部时间晚上7点，在油管上会有大舅小圆桌的这样一个直播的栏目，欢迎大家前来观看。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那这是我们的小助手，你如果添加这个二维码呢，这个微信呢，它可以拉你进我们的读者群。那读者群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分享，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趣的讨论，所以千万呢不要错过。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记得给我们点赞，然后呢评论或者是转发，如果在 B 站上能够跟我们3连，那就太感谢了。好，广告结束，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那继续讲对我很有影响力的10本书。那下一本呢是跟工作知识相关的，叫做每周工作4小时。对，你没有听错，是每周工作4小时，不是40小时。那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的大开眼界，去想想看是怎么能够让你的时间变得更加有效，能够让一个人更加有效率的去工作。它是抛弃了很多传统的这种思维模式，而是能够让人最有效的去做事情，如何利用他人的力量去做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从小到大，从我以前做，比如说这个音乐杂志也好，我后来做这个演讲俱乐部也好，到后来做杂志也好，我多次运用到这个书里面讲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我整个人的这种效率最大化。所以说我在这里面确实是学到了不少。下面一本关于这个工作知识相关的呢，对我来影响很大的呢，叫做引爆流行。那这本书因为我是做社区类产品，而且我本人也特别喜欢社区，我也经常做各种各样的版主啊群主啊。那别人就问我说，怎么能够管理好建设好一个社区，甚至说一个社区的产品。那这本书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开眼界的一个地方。那一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一个事情到底在一个社区里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和谐的发展，一个社区如何有一个快速的发展。那这本书呢都告诉了你很多的道理。比如说里面强调说，有的社区里面只要有3种人的存在，只要你能抓住这3种人，那么这个社区就能够蓬勃的发展，这个事情就能够开始流行起来。那这是哪3种人呢？你到这本书里就能看到，叫引爆流行。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对我而言是关于社区方面的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一本书。好，接下来呢是3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自我接纳的3本书。那从小时候呢，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自我接纳其实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跟别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那我怎么能去接纳自己，就是 be who I am 呢？那这几本书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首先呢，这本书叫《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那如果大家知道，我曾经也做过一篇这个节目，叫做如何停止与他人比较。那这本书讲的就跟它有点类似，甚至我觉得我当时讲的内容中一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这本书内化在我心中的一些认识。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焦虑，什么焦虑呢？一种身份的焦虑，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这种对于 status 对于身份的这样的一种不认可。那这本书呢，就是一种可以说是抚平了你的这种焦虑，让你能够真正去理解这个事情。这是一本非常有哲理的一本书。下一本书呢叫做创造性。这本书呢有点学术，但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学教授写的。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本书里最率先的提出了心流 flow 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认识了心流的状态，并能够充分为我们所用，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创造力的人，或者你想成为一个创造力的人的话，这本书虽然有一点点难读，虽然它是有点学术，但是呢非常值得一读，对我影响力也非常大，让我知道原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什么情况下最有创造力，我如何提高能让我在有创造力的情况下得出最好的一个结果。那最后一本书呢，也是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叫做《内向者优势》。那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我一直觉得内向的人是一个值得去羞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一直都是以外向的人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直到我看到了这本书深刻的去剖析了内向人的内心世界，内向人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自处。最重要的是，内向的人一定要去怎么样呀？接纳自己。只有你接纳你自己，你才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说呢，这本书是接纳自己的内向性格怎么样呀，并发挥它的优势，实在是一本太温暖的书。好，这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10本对我影响力最大的10本书。那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以这本《内向者优势》的其中的一句话，也是全本书的第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叫幸福快乐的首要支点就在于一个人愿意成为他自己。幸福快乐的首要支点就在于一个人愿意成为他自己。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地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